万人憎恨的直黑，在新万我永恒与别不同的频道当中，是个经常出没的狠角色来的。这些直黑让赵丽颖、王一博的团队持续崩溃，也让王一博、赵丽颖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了有苦说不出的苦主。然而呢，换个359度的视角，或许您会发现，这些讨人嫌、万人恨的直黑，其实也有某些不为人知的价值。也就是说，无论直黑的属性多么的龌龊和恶心，但怎么说，它都是一份混饭吃的职业来的啊！在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的眼里，其实直黑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功用，还是有多多少少的正面意义的。那么，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会这么说呢？首先，您注定想不到，幸福到万家的热播和热闹，是不是应该让引得卑落的功臣编剧赵东陵双喜临门，喜上眉梢，原地傲娇了，对吧？前有警察荣誉，紧跟幸福到万家，妥妥让这位老编剧实力高歌，水涨船高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居然这位老编剧赵东陵还要百上加斤，累上加累，需要四处灭火，忙着帮大大小小的剧中演员挡枪。您猜为什么呢？近日，赵丽颖的这部新剧开始升温，发酵出不少烧脑的问号和网友的热议出来了。原因是啥呢？除了莫须有的人名争议之外，现在剧中女二的戏开始被人嫌弃了，开始感觉有点多了，而且有些人甚至感觉有点超过了女主的那种了。这种话题实际上见仁见智，在乎观感，只是真的要慎防一种人的搅局才行。正如老编剧赵东陵第一时间的智商回应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赵东陵说，现有的戏份是没办法删的。他同时还反击质疑者认为他给关系户加戏的说法。他认为这些质疑的人太小看自己了。说到这，您支持哪一方的说法呢？是质疑者还是赵东陵呢？话说，关系户的说法不是没可能，因为王炸姐弟拍摄有匪的时候，同样深受其害。这是娱乐圈的潜规则，是动用社会主义铁拳也没法根除的网络学说、关系学说。毕竟中国就是个偌大的关系社会来的，个人的社交圈子、网络圈子，往往都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刚需配件来的。例如，新万我反复聊过无数回的赵丽颖的贵人史，就是现实社会的严重缩影来的。甚至就连这部《幸福到万家》，同样也是赵丽颖大力争取来的，绝对不是天上掉馅饼。说回这个女二超女一的公众质疑吧，咋说呢？虽说赵东陵的说法和态度都挺坚决的，但是新万我之前刚好提到了，大家只要深扒一下女二和幸运的扮演者张可盈的资料，就能知道了。这位女二可是圈内出名的星二代来的，是老戏骨张凯丽的女儿来的。在前几年的时候，护女心切的张凯丽就曾经带着女儿参与录制过节目，各种的刷脸，各种的混脸熟都干过。这种苦心的扶持和栽培，都是为人父母者的初心来的，改不了。然后呢，张可盈能够出演这个新剧，明晃晃的，注定也是张凯丽这头的关系来的。否则的话，张可盈这么一个咖位不够的恩线人选，很难有资格入选郑晓龙老导演的主流大剧，而且还是女二的重要卡位。有人形容说，进组后，这个张可盈也是实实在在吃到了不少星二代的便利和红利。赵丽颖一方似乎也有一定的意见的，但是呢，她刚刚进入主流圈参演时代正剧，所以呢，也没办法像之前那样直接内涵关系户，只能默默接受这个现状。不过好在，虽说郑晓龙老导演碍于人情，不得不启用这个关系户，可他也毕竟是有着自己的拍戏底线和原则的，不会没有无底线的放任女二在剧组任吃红利的。因此，有人分析说，赵丽颖这部剧被关系户拖后腿的几率倒是不大，因为毕竟有老牌的编剧和老牌的导演在那里压场子，不会让小字辈丢了自己的老脸的。说到这，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新万我向来都不排斥机会说，因为抓住了机会是一回事，抓不抓得好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呢，目前为止，这个星二代的演绎依旧是可圈可点。至于剧情的发展，会不会给他机会从女二默默晋升成为女一，可能性当然有，只是非常非常小。因为这部剧明明就是赵丽颖的大女主剧，少不少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女二的线目前为止都是刚需的补充和冲突的辅助，在场的观众个个都不是瞎子。
只能说这部剧整体的剧情发展和质量口碑，注定还有变数，的确无法妄言和定论，注定需要视乎后面的剧情的走向和发展。然而呢，有一种搅局叫做拱火或对立，这就有点像去年的那出经典的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一样。因为女一女二的粉丝如果真的相爱相杀了，那么受益者注定不是当事的双方，而是局外那个偷笑的人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就是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了。赵丽颖如果想在这个京圈扎稳脚跟，的确必须得注意这方面的人情世故，绝对不能让自己的萤火虫们跟风乱跑，制造出第二出赵丽颖粉丝造反事件出来。因为有些人的语言艺术的确很有迷惑性，在不在理，有时只有深万我知道了。同样同款的烦恼其实还有不少，例如赵丽颖正在紧张拍摄的《与凤行》，粉丝的烦恼还在发酵当中。这种可大可小的烦恼，导向成功的话是妥妥的助力，导向跑歪的话就伤及无辜了。之前深万我也专题开篇好几次了，一则赵丽颖的部分粉丝相当质疑赵丽颖的回马古偶，因为赵丽颖已然转型了，现在再次回归古偶剧打转，让一些真心粉丝愤愤不平的同时，更加认为该剧并不是一块好饼了。另外就是避无可避的对于男主林更新的各种怀疑了。对此深万我同样是心存疑虑的，因为在林更新不断放飞自我的日常中，他的身材管理早就化为食材，荡然无存了。这不仅让他与凤行的男主人设大相径庭，同时呢，也因为颜值的陈年崩塌而遭到了不少萤火虫的鄙夷和排斥。当然了，与凤行早就如期而至了，所以早前发出抵制的粉丝最终也只能欣然接受了。结果呢，随着与凤行路透的不间断的流出，粉丝们的破防继续是接二连三。这回矛头指向的是服化道，因为长相思跟与凤行均采用了同一位的造型师陈同勋，所以呢，就成为了最近赵丽颖粉丝连续崩溃与破防的焦点所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同一个人的手笔到了长相思那里，服装设计备受赞誉；然而呢，到了与凤行这里，服装设计视觉拉胯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话说，由杨紫、张满意、邓为、谭健次主演的《长相思》也在同步拍摄中，而在同一时间，赶巧的赵丽颖的红衣路透意外火上了热搜。这本来没啥，蹊跷的是，隔壁杨紫的红衣路透的确同款视觉的服装反差属实明显，因此这回热搜夹带的评论充斥着不少萤火粉丝的怒火怨言。于是乎，有人说合着你们前期采访说的那些都是在给粉丝画大饼是吧？精美的服道画，请问路透的这几件服道画精美在哪？粉丝提意见你们也不采纳。有人说我真的不理解，这个时候他浴火重生，丧失五感，被玄铁钉穿了4只，这么虚弱的时候给这么艳颜色的服装，主材质这么硬，大花领加大金腰带。这些评论的确有意思，也有内容，都是对与凤行造型的无差别指责。因为两部隔壁剧的视觉效果和工作室路透的确是太过大戏超了。搞怪的是，萤火虫这边多次提意见都没有被造型师采纳，而长相思的粉丝提意见之后，居然能够被造型师采纳，因此造型师厚此薄彼的操作的确存在。为此，隔壁长相思都能改，你们就不能改？隔壁能做得那么好看，给力发型和衣服就弄这个等等的评论甚嚣尘上，络绎不绝，可见赵丽颖粉丝这边的破防程度了。当然了，在各种相当模糊的路透当中，深万我也说不准赵丽颖红衣造型的精美程度和现场视觉。单从早前曝光的造型来看，只能说惊喜感和印象分的确欠奉。这些深疤，其实深万我早就聊过了。这大坎肩与皮腰带的确是陈同勋偏爱的搭配来的。本来这些元素的保留并无疑义，只是两部剧两家粉看到了不同的创意，就明显了。不管是在长相思中还是与凤行中，都能看出来设计者的思路的确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真的像网友抱怨的那样，也就是说与凤行的造型只是长相思的复制粘贴，那就有摆烂的嫌疑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早前质疑长相思造型的言论其实更为出位和严重。杨紫的粉丝同样因为复制粘贴的操作
严重质疑了一把陈同勋的不够用心和随便摆烂了。仿佛事件再次重演的一般，这次当灾的主人公从长相思变成了与凤行了。这种闹剧往前推一推的话，更能说明问题。因为《锦心似玉》中女主与女配的服装造型，其实就是长相思女主与女配同款无二的服装造型。虽说算不上一键还原，却也可以看出自上而下的相似之处。而两者的造型师都是这个被严重质疑摆烂的陈同勋，到底冤不冤，真的是见仁见智了。而且大坎肩、皮腰带这样的元素依然在长相思中随处可见，充斥满满。只是改装后的造型至少还有美感的，因此杨紫的粉丝表示满意了。由此可见，黑与被黑都是拉锯长相思的造型渐入佳境，也是经过挣扎与争斗的。毕竟从吃瓜的视角去看，谁是黑，谁是被黑，都是灰色地带，无从可考。只是呢，粉丝们不间断地向造型师轰炸，发表自己的诉求与怨言，最终居然能够让陈同勋回心转意，最终得到杨紫粉丝的认可，真的是很挠头的操作来的。似乎闹一闹就有好，哭一哭就有糖，这操作您醉了没？总之，这逻辑和顺序让人很无奈和无语。如果与凤行的造型真的存在问题，真爱粉丝不间断地提意见，表明不放弃的态度，或许最终还是会被造型师听见的。话说，这些破事明晃晃的，不都需要擦亮眼睛的工作室去协调的吗？团队，无话可说了。另外，还是深谙我的老话，衣服都是身外物，演技才是最灵魂。所以呢，有时候直黑也是职业，也敢说些别人不敢说的东西出来。如果直黑有倒逼，倒逼就能显奇效，倒逼多了就能玩出更多好玩的东西，更多好玩的多元化出来。视角永恒359度的Shin Wan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就是街舞等了4季之后，终于也要迎来了第一个的女队长了。当初对于请谁来，确实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来的，有实力的没流量，有流量的没实力。于是不少网友直接喊话说，不然就请 Lisa 吧，毕竟她也有参加国内综艺的经验。结果呢，最终导演组还是选择了刘雨昕，她的背景强横，师从5+5林梦，参加过武林争霸，这就是街舞蒙面舞王等等众多街舞比赛，算得上是武龄丰富的艺人了。结果呢，很好玩，就是这么一个新女队长，居然被人炒出了王一博的 CP 火花出来。当然了，刘雨昕的工作室也是硬刚，忍无可忍之下，大量收集了证据，迅速发出了律师函，要进行起诉。正如Shin Wan我常说的，团队，真的是有对比就有伤害。外加刚刚提到的那个杨紫有没有？现在呢，这些破事居然都给成功压下去了，一点水花都没有。Shin Wan我只能大叹稀奇了。无论如何，作为青你二段层出道的 C 位代表，这个刘雨昕经过1年多的发展，早已成为了圈内数1数2的流量爱豆了。而且刘雨昕跟王一博还是同龄，都是1997年生人，都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年出生的。刘雨昕只是比王一博大了几个月而已，所以 CP 的话题性能炒出来，Shin Wan我也是需要跟着烧脑一下的。刘雨昕与王一博穿衣搭配都是属于那种既潮又酷的风格，因此刘雨昕号称女版王一博还是有迹可循的。这就是街舞舞的热度，现在依旧爆表。除了有4季好口碑的加分加持之外，也有节目组铺天盖地的巧妙算计和宣传。首先是这就是街舞越南版的播出，这被誉为是国外的一次大海选，因为前4季就不乏东南亚的舞者前来参赛，老挝的子龙、Gumbo 孙悟空、越南 M-Pop 等等，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越南版结束后，高手团直接免试来国内。而且，这就是街舞亮相的舞者，更有卡卡、Poppin C、Ibuki 这样符合年龄的老牌大神助阵，相当豪华。但凡认真追街舞的吃瓜观众，都不难发现，这就是街舞3和这就是街舞4中大量的舞者都是老面孔，更有小红这种执着4季的少年。因此，这新一季把门槛限制在了30岁，那就是妥妥的要给新生代的力量更多展现的机会了。不然的话，一直看同一批人属实有些看腻的感觉。当然了，
新人还需旧人扶，所以导演组也不能全放新人来，毕竟保证收视率才是最重要的事。于是乎安排48岁的艾克桑这种的大师团来助力，的确思想活泛。也就是说，看到势头不对，就赶紧改变策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 Kyoka 与 Mio 也要来参加比赛，大家都是顶尖高手，这碰撞很爆点。导演陆伟真是个懂事来事的人，看似整场街舞文化的交流，其实更是中华文化的大马传播。从海选的作品到每年的小组成队命题舞蹈，基本上都有中国元素的无缝加入，超级拉风。以黄潇、马小龙为代表的 Hello Dance 给吃瓜矿粉带来了多个精彩的作品。高山流水、侠影丹宗至今仍都是这就是街舞名列前茅的经典范本，甚至还出现了国外舞者主动用中国音乐来表达意境的硬刚诉求。步步的金蛇狂舞更是跳出了过年的喜庆。Poppin C 的天涯之女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枚。总之，今年的这就是街舞舞肯定少不了这些烧脑的环节，说不定又是那些拉风拉筋的外国舞者会率先跳上一段中国风的舞蹈，拉近大家的距离感。这操作只会多不会少。有意思的是，神奇小子王一博依旧还是定海神针的存在。为什么Shin问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别的节目需要靠明星招商，而这就是街舞的7个赞助商，有5个是王一博的代言。这简直就是带资进组的范儿，而且爸爸们都还是抢着入驻的。当然了，王一博本身舞蹈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。作为男团出身的他 ，hip hop、locking、popping、house 个个都拿得出手。这就是街舞4与夜莺合作的 locking， 真是绝了。开聊的硬核，欢迎您自行回顾。至于未来，年年不忘，爱必回响，更加期待吧。